Hello，大家好。这期的话，我们来看职业哥龙的蒙多的一个出装符文，还有他的刷野抓人思路。像蒙多的话，第一件直接就洪水晶掏出门，第一件做星之刚。蒙多的话就是只要贴住身体是吧？通过去消耗吃伤害，然后 Q 技能去打高的输出就可以了。我发现肉打也挺猛啊。其实其实可以小日炎出装哦，小日炎才是对的。就这里绝后哥的话没有玩肉打野，所以装备是有点错误的。第一件的时候，大家先记得先做那个熔渣，就是那个有那个日炎的那个效果的那个。但没关系其实也差不到哪里去，会慢一点，但已经够了。肉打野的话，细节不用说追求的特别多。蒙多的话，刷野的话还是不慢的。不太慢，1分30多秒就能出野区，已经算很不错的了。下路打了起来，可以过来支援一手。外圈没有刮到，这里 Q 中可以越的，再 Q 收掉。这样帮忙把塔给推进去。刚刚就是因为看到对方交闪，所以才这么杀。如果对面没交闪的话，肯定是杀不了的。这样的话，直接裸个星之刚出来就行了。这里还在研究是先做日炎还是先做巨型九头蛇，但星之刚是一定要出的，因为你想要打到后期有优势的话，星之刚是必然的。这里上来一个 Q， 直接可以兵线进塔的话可以强行越的，对面不走吗？不走是真越了。这里命中了，给点压力给对面。那这样的话贴进来找辅助，把辅助给秒掉。杰的话，还好有治疗，奶了一口。迅捷的话，就是蒙多带迅捷会更好一点容错的话，但这里面因为职业哥的话是想打的伤害持续战斗能力更强一些，所以选择带了这个征服者。征服者的话还是有点脆如果带日炎的话，其实1分30秒可以出野区了。买一个小那个日炎的熔渣。但现在的话，其实日炎其实比巨9会更有性价比一些。这里的话确定了第2件的话就是做日炎，
因为巨9的话是能打个 AOE， 但是它的强度是没有日炎那么顶的。这里的话上来，就算越不了对方，也要打个星之刚。但诺手这样子过来的话，可以劈了，还不劈吗？这诺手，我去，这诺手没有大招啊，难怪。哦，刚刚没注意哈，确实没有大招。对面也是绝了，他说怎么打着打着啊，对面多了个蒙多出来。这样的话直接可以越了，对面残血的惩戒断对面的回城，直接。不过这里面有个点哈，就是大招不要太早放，因为这里面可以看得出来，那个职业哥玩的熟练度并不是很高。他的大招的话，尽量是残血的时候、锁血的时候做，使用会更好。这里面可以看得到那个蒙多的 Q 技能是100分比伤害啊，就很离谱，纯数值有点。打野的话，就是现在的有一些肉上单哈，就是他其实有数值，但是他对线一些厉害的那种又打不过，那反倒是打野的情况下，他的数值发挥的更极致，你知道吧？只要他脱离了对线，没人压制他的发育，他到后期、中后期像这种就很离谱。完了，我怕现在到时候职业哥开始喜欢玩了肉打野，我们看不到他那些刺客打野的精彩操作了，待会。这里过来反野，尝试越塔，但他这里面直接开大招，其实不太就是熟练度并不是很好啊，直接越着2个塔收掉对面打野收掉对面中单，太离谱了。这里的话又跑了，对面根本就没有任何是吧反抗的心态都没了，对面都直接早的把重伤给掏出来。这样打蒙多的话，可以选格温来格温来打蒙多，但有些人没办法嘛，有些人英雄池就那点，是吧？这里的话来找蒙多，那找那个万豪，叠个星之刚，对面2个人过来刚一下，2技能开起来扛了一下，开大招一开，直接进场。A 一下 Q 一下，直接烫死了。被那个射手点掉了。这英雄真的太变态了，难怪 Owner 说了我都没玩过这英雄啊，世界上我能掏出来，开玩笑。这里的话过来刚一手，有那个石像鬼板甲扛掉他的伤害就可以了。简直是游龙啊！就细节都已经不用玩的特别好了，我跟你说，就这么就能稳的是吧？打成这样子，
这里的话直接双拉。这里以为是会被对面放风筝玩，没想到是自己强的一撇。就是这里面就是职业哥也说了，就是技能的话大概是知道，但就是说细节的话就没办法了。就是职业哥的话有一个点，就是他对所有英雄都了解很深，但是呢就他不可能像那种绝活哥那种玩得很细，比如说啊我会压就是控血量，就是说很低血量的时候我在大招，就像比赛就是世界赛里面的 Owner。只出现过，就是他打 AL 的时候出现过，就是那种被对面直接秒掉了，因为他处理不了这个英雄很极致的细节，你知道吧？就是这么回事儿。所以我们就知道，但是我们就学习他的好的地方，比如这样子直接就可以越塔了，或者怎样子是吧？学习他的节奏、刷野节奏啊那些思路和意识。这样的话可以直接去拿大龙，对面打不了的，正面团根本开不动。蒙多的话直接来后点，逼退后方，但是队友直接 A 了一下。这里弹果子的话，其实可以把对面杀了的。如果站在另外一边，他被那个女警点了一下，被坑了。那这样的话，对面打野还在，不得好。有可能会有几率会被抢的，但这种有优势就不要给对面抢，直接开大招追上来，直接星之刚接 Q 接 A， 烫死了，对面玩不了啊，心太痛了。对面给大招还控不了，那这样的话直接团灭了。然后拿龙就行了。这里面职业哥也说了，就是说他不喜欢玩一些削弱过的英雄，就是宁愿玩那种新的英雄，像蒙多这种，然后前面有发过那个厄加特那种，也不会选择说玩那种削弱过的英雄。但说实话，兰博削弱了，在线上还是很强呀。龙女的话有削过，也是削了，但还是很强。来抽一下这个万豪叠钢啥的，人跑了，哦，直接回家了，可能进草就跑。对面已经抓不死这个蒙多了，处理不了。然后过来叠个星之刚，当对面一套技能都打不到半血，这里大招扛着塔就这么输出了，然后截过来，直接秒了，我天！哦，没有，在旁边，差点直接死秒掉对方了。10杠0，就蒙多这英雄，你不对线，直接就拖到后期。蒙多最弱的就是5级前，你知道吧？5级以后就是慢慢的变强过程中。对面卢锡安其实能操作，但可惜遇到了这种职业打野。这的话还是选择做那个永生花。其
其实如果做振奋斗篷，但其实没必要，因为振奋的话会吃到重伤的效果，反倒是你把伤害那些打出来会更好，让自己血量变得更多，或者那些根会更好一些。如果就是你同水平的话，就带迅捷步伐。这里的话，他是带的是征服者。但说实话，征服者也很离谱了呀，就打到后期，你他妈跟疯了都，我感觉。过来 Q 命中，大招追，然后他就死了。然后过来这里满血的状态下，对面卢锡安根本就没机会。太变态了！这里的话，你可以看到征服者加风暴聚集，然后就到后期伤害又是一个新高度。就那种越打，你会发现他打你是越来越痛，你打他只是刮痧。然后上来开大招，扛着砍，闪现有上鬼板甲，扛着3个人把卢锡安秒掉了。但4个人的话啊，还是跑不了了。感觉对面杀完一次已经可以投降了。就带征服者和风暴的话，就是伤害比较厉害，就后期更厉害一些。如果带迅捷的话，就是保证自己前中期的一个能追到对面 C 位，黏住对面 C 位的机会，然后可以让自己有更多的容错。这样的话可以直接推掉了。好，那这期的话就到这啦，欢迎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